当中还有一些读音相近的韵部，叫做邻韵。在古诗、古体诗当中，邻韵是可以通押的。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江南，江南色彩莲，莲叶何田田是下平声一仙韵，而这个鱼戏莲叶间的间呢是上平声15山的韵，所以它是可以通押的。在近体诗当中，它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允许通押，词里就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敦煌曲图词《忆江南》，天上月，遥望四夷盘平，人木根南弓箭紧，渭浓，浓是我呀，浓是我的意思。渭浓吹散幽边云，照见复兴人。这首词的韵脚呢，就是银和云和人这三个字。但是如果在诗里呢，银和人都是上平声11真的韵，而这个云呢是上平声12人的韵。照道理是不能一起通押的，可在词里面他们就可以通押。又比如说欧阳修的《浪淘沙》，把酒作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到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盛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遇谁同。这首词，从容的容，它是上平声2东韵，其他字都是上平声1东韵。在近体诗里面，通常是不允许通押的，除了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我们下面讲。那么在词当中，它在任何位置就可以通押。今天我们填词也有一个运书，就是清代歌在的词名正韵。这个运书呢，张根怀女士把词名正韵书中的生僻字删掉了。她原来词名正韵是按照广韵来划分的，她把它改成按照平水韵来重新编排，叫做词韵简编。附在这个80年代70年代末，上海鲁迪出版社重新出版出版的这个《唐宋词格律》的书的后面。今天呢，就是《唐宋词格律》已经变成了公版书了。因为这个作者龙余生先生，他是1966年去世的，还是1967年去世，所以呢，已经过了50年了，他这个书已经不再有版权了。很多出版社都在出，但是后面的词韵简编呢，张根怀女士仍然拥有版权所以现在新出的这些唐宋词格律就没有再附词名正韵。词名正韵出来以后，清代的词基本上都遵循词名正韵作为标准，一直到当代我们通常写词也是遵循这个标准。但是如果我们放到宋代，又不一样。宋代呢，填词的这个韵，它要求押韵，但是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比如说欧阳修，他就把这个菡萏的萏，菡萏就是荷花葫芦，叫做菡萏。菡萏香消翠叶残，菡萏和这个波浪的浪一起押。大家如果有潮州人就知道，这个安，潮州人往往习惯性的念成啊，对，就是押韵。他根据自己的那种方言，宋朝的时候的江西方言和现在江西方言也不一样，按照那种方言的方式来讲。所以宋代写词，因为他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说我科举考试考你写一首词的，所以这个押韵呢就随便押。甚至于我们刚才讲的写诗的时候，真韵和清韵不能同押，一个是这个开口韵，一个是闭口韵。可在宋词里这种情况也很多。我的一个好朋友已经去世了，他是原来香港的最著名的粤剧编剧，写这个广东粤剧。他的本子写好以后，往往先给我看。里面呢，我就说
我说你们广东人语言当中这个开口韵和这个闭口韵本来是分得很清楚的，为什么在你的这个剧本里面，你的开口韵和闭口韵居然是一起押韵的？他说我们粤剧里面是不分的。我恍然大悟啊，这个粤剧它和这个宋词其实是一样的，它开口韵和闭口韵也可以。今天的人没有押韵意识的第二个原因是不知道，因为诗词的体裁不同，很多诗词会出现换韵或者更复杂的用韵情况。有一个杜省的人，杜子健，他是在那个电视，他是卖酒的，然后经常在那天津卫视这个职场节目上做这个职场老师。他呢就当时说我有一个上去，我有一樽酒可以为功臣，谁能够把它接下来，我就送酒。那么谁接的最好，我就送拉菲。那么于是呢，无数的人在那个新浪微博上就写，但是绝大多数人写的都是没有押韵的被内行指出来之后，杜子健就说谁告诉你们好诗一定要押韵？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就不押韵。今天早上我还发了一个视频，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他说这个《将进酒》的枪的练枪，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解释是错误。他说这个《将进酒》是一个乐府古题，在乐府古题当中，这个腔是进线的意思，应该念将。但是李白针对的是他的两个朋友这个陈夫子和丹丘生，就不可能是进线，而是请他们喝酒，所以呢就应该念将进酒。然后他说，我看到了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的现代汉语大词典，里面也把这个字标明念腔，他说我就松了一口气。其实在这个乐府古题当中，这不是李白自己创造的一个题，这个题目在乐府诗里面就有汉代的，这个腔就是请的意思，请喝酒叫将进酒。你不能说进献敬酒你如果把这个腔念成将，理解为进献的话，你就出现了两次进献的意思。这不结巴嘛，这不重复嘛，这不磕绊嘛，就变成了进献敬酒。这不是说的人话，就好像我们的黎波教授写一首诗：今朝晨起元气，今天早晨我早上起，这说的是人话吗？那么这位杜子健就说李白好，谁告诉你们好诗一定要押韵？李白的《将进酒》就不押韵。那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板子不应该打到他的屁股上，应该是打到他的这个高中语文老师的屁股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来则回，第一个韵。第二个韵，君不见高堂明镜悲不放，朝于青丝暮草碎。这是押的陆声韵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放和岁和月，这是押韵的。然后下面又换韵，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必饮三不杯。来和杯就是押韵的。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有的亲耳也都对侧耳听。钟鼓馔乐不作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珍望，唯有饮者留其名。生停听心明，又是一个韵。其中生是下平声八根韵，停是下平声九清韵，听心都是九清韵，而明呢是八根韵。八根和九清是明韵，在古体诗当中，在乐府诗当中都是可以同押的。听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变色龙字。什么叫变色龙字呢？
就他自己并不主张自己的读音，他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改变他的读音。比如说，在我们从小就学的那首诗，说是王维所作，实际上是宋代的一个高僧所作。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满载，人来人不惊。我们都以为这是一首回语，讲的是话，对吧？实际上不是，它是在讲一个禅宗的道理，就是说你世界的本质是空，不是虚无，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能够长久的东西，唯有空才是长久，唯有假的东西、虚的东西，它才是长久。这个地方它就应该念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有声，因为它只有这样念，它才符合近体诗的格律。而在这首诗当中，也是要它就要念请君为我侧耳听了，否则它不押韵。但愿长醉不复心，心是与醉相对的一种状态，一种静态的东西叫做心，它是一个多音字。但是呢，它要表示从醉的状态之中醒过来这个念心，表示从睡着的睡梦之中醒过来的念心，这是一种动态的。所以静态的它念心，动态的它念醒。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念心。陈王昔时宴品陋，斗酒十千恣欢谑。举人何为言少钱，径须舞曲对君奏。落、谑和奏三个入声词押韵。这个前2年的时候，香港诗词学会的会长唐大进先生忽然问我，他说：“请问按照普通话，这个到底应该念陈王昔时宴品乐，还是应该念宴品乐？”我说应该念宴品乐呀。他说：“可是有一派观点认为念宴品乐，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和斗酒十千恣欢谑押韵。”我说：“可是你乐和谑押韵，你如何和这个浊来押韵呢？”李白是一个生活在唐代的人，他怎么会我们今天的普通话？李白会的是当时的四川话，当时的四川话和现在的四川话也完全不同。现在的四川都是张献忠把四川人都杀光了，然后从那个湖广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地方填过去，所以他们说的是叫西南官话，和这个老四川人苏轼的时代的四川人、李白的时代的四川人说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种话。那么那个时候的四川话，我想大概也是有这个入声字的，所以它应该念落和谑和奏。如果它是念音乐的乐的话，它在这个入声字里面，它就念昔时宴品呀，呀和谑和奏就不押韵，所以它只能念落。五花马，千金裘，污泥将出换美酒，与你同销万古愁。裘和愁它也是押韵，所以根本不存在《将进酒》不押韵的情况。这首诗一共是换了6次韵。如果我们不知道《将进酒》在题材上属于乐府诗，可以自由的换韵，就会以为这首诗是不押韵。而且这首诗刚才讲到，还不止于换韵的问题，它里面出现了听这样的变色龙字，出现了心这样的多音字。我们看屈原的渔父楚辞里面那篇：“举世皆醉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念心它在押韵。换韵的除了诗之外，词里面也经常换韵。比如说李白的《涂上来》：“平岭茫茫烟雨阵，寒山一带伤心悲。闽色日高楼，有人楼上愁。又见空伫立，松鸟归飞尽。何去是归程，长亭连断平。”它是2句换韵，这和并这是押韵的。
柔和头，烈和静，沉和土。那个我们有没有一位学员能够用广府话、白话来念一下这首词？非常好，谢谢。诗和词在押韵上的最大的分别是在于诗的押韵必须是要注重声调，平声字只能和平声字押，上声字呢只能和上声字来押，去声字只能和去声字押，入声字只能和入声字押。而在词里面上声去声的字符是可以通押的，有的特定的词调根据它词谱的规定还能够平仄通押，也就是平仄通谐。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字了，就是简化字的叶，一个口一个实，谐。比如说《西江月》，这个张孝强呢，南宋绍兴24年的状元，也是豪放派的一个大家。问讯湖边春色，从来六四3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纷面。丝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花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就是平仄通谐的。相声演员他们说相声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定场诗，远盼忽忽悠悠，近盼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水面一冲一冒。有人说是鱼肚，有人说是衰跑，衰跑这个可能年轻人不知道，猪的膀胱。我们小的时候就把那猪的膀胱当那个气球吹的玩。有人说是衰跑，二人打赌江边桥，一拍心肠，原来和尚洗澡。这个叫调寄西江月。虽然相声演员他没有什么文化，他不按照西江月的每个字的平仄要求去填这首词，但是至少西江月这个平声和仄声通谐的这个很突出的文体特点被他们把握住。诗里面不能够平仄通谐。我们看这个著名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在普陀山所做的所谓的诗，他居然还出诗集了。六口烟尘的红锅，云水3次烟火未躲，惟余一面又慈悲，芒鞋裹杖上普陀。我们就可以发现，锅和陀是和我是没有办法来的。万古纠物在菩提，众心俱获即成分。安得生消善念动，一枚星光要普陀。分是一个入声字，也没有办法用这个陀来理解。无论在诗里面还是在词里面，入声字一般来说都是要单独押韵。唐代潼关窑题诗呢，有一个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这样的一首诗那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首诗的原版，来注意看一下。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是出土文物确凿无误的唐代的潼关窑上写的唐朝人的一个不知名的诗人写的诗。晋代慧远的，他实际上是化用了晋代的慧远和尚，他的寄语，就是一种表达佛教佛理思想的一个话：生生自未生，自生生已老，生恨自生迟，自恨生生早。就是一个人的身体的生理上的成长和他的智慧成长是不同步的，感慨的是这件事。那么结果前些年呢，网上流传什么呢？流传一个说是唐代潼关窑的诗出现了好几首，实际上就这一首，有好几首，有这么一首：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当时呢，新浪微博那个10多年前了，快20年前了。新浪微博上当时有一个大 V， 超级大 V，姓薛的先生，他就转了这个文字，说，哎呀，这个太美了，民间的这个诗真美啊！要是能够有这个具体的实物就好。他到哪里去找具体的实物呢？像我这样的人，一眼一看就知道这是今天的人写的。为什么？因为君隔我海角的角，唐朝人绝不可能念角，这是一个陆生字大，他怎么可能和这个老来押韵呢？所以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一个伪造，更何况这种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这样的特别白话的这种语言，那就不是古人说的话，那没有文言的语言。刚才我们主要是谈了古体诗和词的押韵的情况。张安泰先生在他的《吴安说诗》当中说：“诗有声韵美，学诗者当兼讲声韵。近体诗声韵易学，古体诗声韵难知。故学诗者当先学近体，次学古体。”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小学语文呢，除了江南以外基本上也都是遵循了这样一种规律。什么是近体？近体本来叫做今体，就今天的今，指的是唐代。在唐代的时候，新产生的一种诗歌文体，包括了全部的律诗和一部分的绝句。为什么说是一部分的绝句呢？因为五言绝句来源于五言古风，就是五言古诗；七言绝句来源于七言歌行，属于乐府的一种，所以它都不完全的和这个近体诗的格律。唐代以前各种诗体不是不讲声律，但是呢，它主要看这个写的人他的对音乐的文字、对这个语音的敏感对音韵的敏感。而近体诗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大体化，它是让普通的对音就是五音不全的人都能知道怎么样写出一首诗，大家念起来是很顺的。所以这个是很伟大的。他通过调平仄的方法，让创作者不需要刻意的去规避，也不会犯很多声音上的毛病。在近体诗产生以后，习惯上就把唐以前就有的五七言诗称作古风或者叫古诗了。而七言古诗呢，又被称之为七言歌行。五言古诗里面最短的就是五言绝句，七言歌行里面最短的就是七言绝句。五绝和七绝分别来源于五言短古和七言短古，七言短歌，所以它们不一定完全符合近体诗的格律。比如说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这句就不符合近体诗的格律。近体诗的七言要求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平仄一定相反，人是一个平声词，词也是一个平声词，所以它们不能够放到一起。但是如果你理解七言绝句本来是来自于七言歌行，不像近体诗那么严格，你就可以谅解理解。
人说，绝句呢又叫截句，是截取了律诗的一半而成的。那么这个说法呢是不符合历史的真相，是因为古人作诗基本上是四句作为一个意思上的完结，所以四句就叫做一绝啊，绝就是断的意思，断绝断绝。近体诗产生以后，一部分的绝句受到了近体诗的声誉的影响，这部分绝句就是所谓的近体绝，而没有受到近体诗声誉影响的绝句呢，就叫做古绝。而七言绝句它本身就受近体诗的声誉影响比较深，大多数是符合近体诗的声誉要求，五言绝句就大多数是不符合。比如我们这里面，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亚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它就是一首古绝，虽然它是文绝句，但是它不符合近体诗的平仄要求，也不符合近体诗的押韵规定。近体诗必须押平仄韵，不能押上声去声入声。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论童子，岩石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押的去声韵也是仄声，所以它也绝不可能是近体诗。但是李白的独坐敬亭山，这就是一首非常典型的近体绝。众鸟高飞尽，孤云多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闲和山是上平生15山的云，有删除的山，他们是在一个韵部。而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宋孟浩然之广故人西辞黄河等和此歌的平声词。正常情况下，近体诗当中是不允许出现。为什么李白就这样写了？因为七言绝句，它的来源是七言歌行，七言歌行里面就未必完全符合近体诗的要求。从押韵来说，近体诗只能押平声韵，而且必须一韵到底。什么叫一韵到底呢？就是韵脚的字都必须出自于同一个韵部当中。比如绝句的第二字第二句和第四句的最后一个字，律诗的2、4、6、8都得押平声韵。我们来看这首，它就不是近体诗，虽然它也都押韵，并且呢，你还看到它中间有对仗，然后我们绝对不能认为它是一首五言律诗，因为它押的韵是赏声的小韵，了、小、鸟、小这4个字。所以你看，杜甫不可能说用这个同音字来押韵，就是阴阳波昏晓，一览众山小，这2个字的读音学是不同的。因为它押的仄声韵，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归到五言诗当中去。又比如说杜甫的这一首“雨中不草秋烂死，阶下鸠鸣倦衣子，眼色鲜。作揖满枝翠缕盖，开花无数黄金钱。”仙和钱下平声一仙的韵，押的平声韵，可是它下面转韵了。凉风萧萧吹柳鬓，孔乳厚实难倒立。行上书生空波头，云峰山秀气相气。好，这个也是押韵的。所以由下平声一仙韵转换到了入声14级的韵，所以它不是一韵到底，也就绝不可能是近体诗。有时候绝句或者律诗的第一句，它最后一个字也收平声，那么这样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可以放宽到临韵，也就是在音韵上相近的这个韵部。比如林姑的三元小名，众芳咬络斗宣言，占尽风情向小然。疏影横峡水清浅，暗香口动入黄昏。双擎落下先扑影，粉帖于枝或断魂。幸有微林火相下，不须弹板共金樽。在我们今天用普通话读起来，我们会觉得后面这三个地方是押韵，前面2个地方是押韵，但实际上我们要看韵书。
运输里面元和昏和浑和尊是同一个运，叫13元。这个元亨利贞的元，元旦的元，13元，它是上平声的平声字的第13个音，所以叫13元。那么众方咬落都宣言的言是下平声一先韵，下平声一先和上平声的13元、14寒、15山是一韵，它们读音相近，所以呢，这个地方它是因为第一句不是一个法定的押韵的位置，所以它是可以和后面来借这个音韵来押韵。这种情况只有在第一句押韵的情况之下可以放宽到领韵，后面的2、4、6、8都不能放宽。有时候绝句或者律诗的第一句，它的这个有关系。近体诗当中，首句可押领韵的现象叫做孤雁出群，就是孤零零的大雁啊，其他的它的这个雁群。我们创作的时候就可以放心大胆。那么我们看南京大学的黎波教，南京师范大学的黎波教授啊，他在参加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的时候，他要表现自己其实也懂诗词，所以呢，他就绣了一个集句诗，这种诗是最容易写的，因为你现在通过电脑检索是特别容易，随随便便就来了。但是即使是集句诗，都能出现那么多的错误。首先，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欢，它是上平声14寒的韵。这个棹水红渠细细香，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乡呢，是下平声7阳的韵，它们读音差别非常远，不是领韵，不能通押。我们说第一句本来可以押领韵，但是不是领韵的，不能通押，你不能够乱点鸳鸯谱啊。另外呢，乡和乡读音完全一致，所以这个古人叫壮韵，两个离得这么近，居然用同音字来押韵，就是非常体现了它的词汇量很少，词汇量特别的小，而且苏轼的原句是长恨此生非我有，他把它记成了长恨此生非吾有。我是一个赏声字，是一个仄字；吾是一个平声字，是平声。如果你把它记成长恨此生非吾有，就意味着你不懂格律。苏轼绝不可能写长恨此生非吾有，因为他不出律。我们看看古人，他一定不会把这个读音相同的字，在一个很短的篇幅里面重复出现。唐代诗人韦庄的词《思地乡》，春了游，杏花吹满头，上谁家年少，作风流，清丽江声驾驭，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休。所以休它的读音是许由切，往上然后呢，修呢是心流切，心，所以声母差别非常大，这两个字是不同音的。只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的普通话丢失了太多汉语本来的语速，所以语言元素所以才使得我们念起来，用普通话念起来，以为韦庄也用了两个读音完全一样的字撞韵撞到一起去，实际上人家根本没有撞韵。我们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悼念他的导师霍松龄先生的信。霍老呢就跟我关系特别好，我当年考博士需要有2位教授推荐嘛，那么因为我是没有做硕士，我是直接本科考博士，所以我就需要找最有名的学者来推荐。一位呢是这个海内外知名的大师级的学者龚鹏程先生，另一
造写了一个所谓的七律。我们来看一下：八龙四日去晴川，万柳烟浓气未央。千里未期飞风马，点云以梦洛阳残。终南皓月水修海，渭水唐阴。因为这个霍老的那个诗集，它的斋号叫唐阴阁。渭水唐阴送遥天，莫将长歌不长叹，且扬星火照杏坛。完全不押韵。我们来看，川是夏林声一仙韵，船也是夏林声一仙韵，天也是夏林声一仙韵。然而坛呢是上林声14寒的韵，这个央呢是下林声7阳的韵，所以这中间是完全不押韵。你连韵都不押，你就更不要说能够有多么深的意境。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好，接下来是提问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徐老师，谢谢你啊！我听了你很多场的讲座，听过你唱过苏东坡的那些诗词，特别难忘。然后今天主要是有2个小问题要跟你请教一下，我一直没想通。一个就是古代写这些古诗的这些人，他们有多少是官家子弟，有多少是普通人在当代，然后他们可能也创作了很多的古诗，而无论是李白还是这些普通人写出的诗，他们更多的目的可能要不是让官场能听到，要不要广大的老百姓能听到，流传下去。那么老百姓有多少懂一些音律的？所以说，就是陈子昂的那首诗呢，我还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然后请教你一下，就是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就写这些知名古诗的，有多少是官家子弟，有多少普通的诗人去写？普通诗人可能对这个音律可能了解的比较少。第二个就是当时就是刚才有2位朋友，然后他们念这个乐曲，然后我知道您是江苏人嘛，然后这个用粤语来读这2首诗也比较好听。但是我想到了无论是唐朝、宋代，唐朝他们在长安，当代的那些诗人也好，不管他们来自哪里，当时南方还是长安的地质也知道，这边蛮荒之地。那么当时更多是在中原的诗人，然后写了很多诗，可能听的大多数老百姓还有官方，他们也是在北方那些人，对吧？他们当时在做诗的时候，无论是押韵还是不押韵，可能不一定非得是会注意到南方的这边的我不是说对南方人有不利的，他们去听感受读出来是不是好听与否，就是因为刚才都读出来好听，所以说这第二个小问题就是。这写出的诗词也好，是当时的老百姓对大多数普通人去听，他们一是对音律可能不太了解，二是可能听的观众也是中原地区。那么这个音律押韵与否，尤其陈子昂，就是比如说我设身处地，我是陈子昂写那首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但是如果这个押韵，可能我就写的不是这样。但是古人和来者，如果我是这首诗的作者，我可能考虑的是更多当时那种感情上来站在那儿写。我可能考虑更多是我的心情，或者让更多人知道。我就不多表达了。我的意思就是，当时他们这个押韵的问题和这个读音的问题是否很重要？您讲的其实在我看来是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诗为何而作的问题。您的看法是认为诗是为了要所谓传下去或者这个专场，其实不是。对于诗人来说，诗人创作是为己。就孔子讲过一句话，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的意思就是说，古代的那些高贵的读书人，读书求学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人格完成，学的目的让自己成为大人君子。今天呢，一卑贱的读书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这个权贵的赏识、大众的喝彩。那么无论是想要通过诗来走向官场，还是通过诗来走向大众，这在儒家的文化传统当中都是鄙视，这也是这个诗人所不愿意去接受的。为什么这个像白居易他搞一个训乐府运动，后来就一直就被苏轼为代表的这些人骂，就是因为他不违背了儒家的传统。诗人写作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己。因为我写诗呢，就是为了宣泄我自己的情感。那么
他们为什么他们写出来，他们会有一整套的这种押韵的标准？他们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是这样学过来的，古人是这样，他们就这样一直学过来，因为他们要学习古人，要在这个文化传统当中，所以他就会这样。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官宦子弟还是这个平民的问题。文化呢，一开始从孔子以前都是由贵族传承，孔子是第一位把这个文化打破了贵族与平民的界限，让平民子弟也能够接受这种诗书礼乐的训练的伟大的教育家。所以我们会再怎么样去尊重孔子，称他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我想都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这太伟大了。那么正是因为此呢，就是历史上它一定是这个成为了一个新的阶级。孔子创造了一个新的阶级，就是士的阶级，读书人的阶级。这种读书人，他是这个诗歌的创作的主体。那么这里面既有官宦，也有这个普通的平民。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始终是追求这种诗以传家。杜甫曾经说过一句话，叫“诗是吾家事”。他说诗就是我们家的事情。为什么他就这么说？因为他的爷爷杜审言本身也是一个诗人，他的父亲杜贤也会写诗。那么他自己当然更不用说了。到了他的儿子也是非常的擅长写诗，只不过没有传下来。但是有个故事，就讲他那个儿子完成了一本诗集，拿去见一个前辈，那前辈看完以后二话没说，从后面拿了一把斧头来，他说：“你是要对我进行辅政吗？”然后那个人就说：“你这诗写的太好了，你爸也写这么好，你也写这么好，你让别人怎么活？我是要把你的胳膊给砍下来。”开玩笑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李白呢，他是一个商人家庭出身，但是呢，这不妨碍他本身他是一个诗人。他也一样的，他也从小他去努力的去学习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这些诗歌的传统。所以在中国古代来说，出身不重要，读什么书才重要。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古今音的这个转变问题。其实我们这个中原古音，保存在哪里？保存的最完好的就是闽南，就是潮州，叫做河洛话、河洛古音。那么从汉代以来的这个北方的雅言最完整的保留，就保留在这个潮州话，保留在闽南话当中。那么这个广东话呢，它实际上是这个北方的这个河洛正音北方的这个官话和这个岭南地区他们原来的这些相结合而产生的百越民族结合而产生的。但是呢，它的就是广府话最接近唐宋时候的东西，跟唐宋时候的东西最接近。恰恰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北方因为常年的被这个异族所统治，所以北方它丢失的太多我们的汉语中本来有的这个古音。网上有一个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做的一个古音保留的一个地图，就比如说我的家乡保存了29%的古音，这个潮汕这个闽南保存了70-80%，这个广东这个广府这一带保存了大概70-80%，这样子。所以你当时的北方人就是今天的南方人，或者说今天的南方人才是当时的中原人，包括客家怎么来的？客家也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过来的。所以真正的中国的汉文化，它在一个物生自我地方。徐老师你好，就是那个关于那个韵，它是否有官方标准和地方方言录韵？然后还有那个，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古音消失了嘛，那么我们作诗就是一定要写古体诗、近体诗，还是说我就用汉语拼音的那个音作为韵脚来押韵，算是诗吗？谢谢。其实刚才我在讲座中都讲过，而且都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就不妨再重申一下。第一个问题，
就是古人押韵它是有非常写诗押韵是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的。那么在唐代就是唐韵，宋代就是广韵，那么到了金南宋就是平水韵。但是唐代用的唐韵和宋代用的广韵，它是规定了这206个韵当中有若干个韵可以通用的，到了平水韵就把这些通用的韵合成了一个韵，所以唐代人用的韵也是平水韵，宋代人用的韵也是平水韵，然后元代人、明代人、清代人、民国的时候人、当代的这些写得好的人，全部都是遵循的平水韵。这是一个非方言不能在诗里面押韵的，在词里面曾经可以，就是叫做前修未密，后出转机。一开始学习的人，他没有那么精密，但是到了这个清代初年，康熙年间，葛在他创立了词林正韵以后，大家都遵照词林正韵作为标准了，也不会接受方言入韵的情况了。但是在宋代，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词主要是用来歌唱的，而和这个要通过这个文字的方式来传播的，它是通过这个演唱来传播的，是通过文字来传播的，诗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我刚才讲座也说了，用新韵，用这种普通话押韵的方式来写我们的这个主体诗、近体诗和词，是永远出不了好作品。因为但凡你去多读一点古人的作品，多去学习一点古人，你就会知道这个你要像模仿古人，你只有模仿，只有临摹，你才能写得好，你就会不可能去接受用这个普通话来押韵。而你什么样的人会用普通话来押韵？就是完全不读古人的作品，完全不接受去临摹古人，去认真学习。那么脑袋里面几乎没有读过一首诗词的这样的人，他才会愿意去选择用那个现代汉语，用那个汉语拼音来押韵。所以这样的人是永远也写得好。你好，有点后悔之前没有听您的课。像您刚才举例子就像立波，我印象中他对这个当时这个汉字的简化，他其实是很有思考的，在我们这个汉字这个字形上简化是有一些遗憾的。那没想到就是刚才您举例那个立波对这个这个押韵，他了解的都不是我们太多。包括这您刚开始也在提到说，今天的这个听众如果有这些中小学语文哪都是比较好。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想继承这个古人的这个文脉，最基本的像格律我们倒是愿意去学，就是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体系下，如果不熟悉的话，我们怎么样着手去学呢？我们现在呢，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之下。首先呢，就是20大的报告就是非常的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然后呢，中华诗词学会也在今年要推出一个叫中华诗词美育大赛。那么就对学生，这是属于这个教育部的白名单。那么你这个在这个大赛中获奖，大概高考也可以加个10分。所以想要去学的想要去学的学生也是非常多的。我们能够教会学生学会诗词的格律，学会诗词的吟诵，乃至于用舞曲来演唱古典诗词等等，那么必然就会有学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获奖，也会对他们的人生就是有很大的助力。这个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讲。那么从非功利的角度来讲，就是其实今天一开始也就讲，如果说你懂得格律以后，包括懂得这个创作的方法以后，乃至于自己会创作以后，你对于诗词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会能够讲得让学生更加的愿意听，也更加容易记得住，也更加容易理解。否则的话，就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样恶性循环就会那个无数的孩子，他们一生大概都没有办法去进入到诗词的殿堂之中。这是我特别不愿意看的。举例说，我们是不是要去看一下这个平原路去先做一些寄送？古人他一般是通过学生启蒙啊这些方式。那么我们今天呢，像我的一个学生林美娟，她现在是全国知名的小学语文名师。她怎么做的呢？她当时跟我学的时候，她那会儿年纪比较大，她比我还要大5岁，所以她当时很多东西记不住。就她学那个近体诗的格律，她在新浪微博上面私信问我，就问了上千条，就是在我看来特别简单的。但是呢，我是一个摩羯座，我是一个耐心特别好的人，所以他问我的时候，我都是很认真的给他回答，所以他也就终于掌握了诗词的格律。然后他一开始怎么做呢？他就把所有中小学的诗词全部给找出来，每一首诗，或者每一首词，他先去查看这个它的韵部是在平水运中的哪个，或者在这个词林正韵中的哪个韵部。然后接着再把逐字每个字标明平仄，就这么练过去。所以我觉得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讲好诗词的中小学语文老师的话，这样的功夫应该是不可或缺的。老师，就是我刚刚听你讲分支排歌的时候啊，就是您说的那个甲和甲那个韵，我刚开始讲的就是说，因为陈子昂他是四川的，用那位同学用潮州话呢，他的押韵就是押得很规律、很标准。那我想就是四川人他不可能用潮州话去。我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对，我知道您说的意思。而且呢，四川现在的四川人已经不是清代以前的四川人，他是被张献忠杀光了，全部都是从湖南湖北，全四川，天津没有了苏州的四川人。好，刚刚您回答上个同学问题的时候，我就想您刚刚说的这个北方文化，可能是因为有不同文化的融合，所以导致它在读音上面有一些就是和原本的潮州话有出入。那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时间上面有没有一个比较就是那种相当于来说比较明显的一个时间节点，比如说什么时间以前，它在潮州话的保留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基本上来说，闽南话最接近的是我们的上古音。上古音就是从这个西周啊，乃至于更往上，一直到汉代，这个叫上古音。从魏晋南北朝到这个北宋，这叫中古音。那么从南宋开始，基本上就叫近代。我们现在普通话就比较接近近代音，但是呢，这个诗词，古人即使是北方人，他也是要遵循唐宋的这种雅音一起来写。而这个上古音呢，你用这个闽南话、潮汕话去念《诗经》、念《楚辞》是最合适的，或者说念汉赋最合适。老师，那这个吴侬软语，就是在你们这边的这个？我家不是，我家是这个江淮官话。它保留了入声词，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了尖盘字。吴侬软语呢，就是它首先它的音调比我们多，我们只有5个音，但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但是那个苏州话以及这个其他的吴语，它是8个音，它每个都分音一样，而且他们还保留了尖盘，保留了这个浊辅。就像我们学英语的时候，你浊辅音都不知道怎么发。但是对于苏州人来说，就是太简单不过的事儿。发音的时候，是声带是正常的。对，就只是我们在今天是一个，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近代音很晚才合并为一个。
但是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当中，它都是两个音，而且古人一直是严格区分的。你要今天用那个湖南话，还是能够很明显的分出来他们的这种读音的不同。所以有的时候呢，古人也会面临着这样的困惑，就是明明已经跟自己当时的这种口语已经差别很大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一个既有的标准来。为什么会需要这样？就是因为必须要存在着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并且必须是在历朝历代大家都能够接受。你不能我换一个朝代，我再换一个标准，这样的文化就没有办法继承，是这样的原理。我初中开始，那当然，那个杜甫说7岁有凤凰了。必须的，必须。顾生是我的家乡话里面就有啊，我完全不需要学。那个你北方人来说，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入京的关给过。其实你不要有一种去学的想法，你就是跟着熏，慢慢自然而然的就会。比如说这个我老师张文东先生，他在北京就教我唱昆曲。那么昆曲里面唱北曲没有入声，但是比如北曲里面是这个流水落花春去，落是一个入声字，但北曲就唱成浪，但是南曲就唱成落。那么这个他面临跟他学昆曲的有很多年纪很大的白发苍苍的退休的老人。不要想着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记住，你就一遍一遍跟着唱，自然而然的就会了。同样的，就是你听我的这个课，或者说你在网上找